你知道吗？穿越有时并非好事，尤其是一个古代人穿越到现代的时候，他会离开自己熟悉的家乡，离开熟悉的亲朋好友，去适应一个全新的地方。今天的穿越主角是来自江户时代的花魁，他叫仙夏。在上一集，仙夏穿越到现代后，遇到了藏地等人，开始了自己的异世界之旅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常卫兵这个时空穿越者出现了。他来到现代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兑现和仙夏的婚约，一起举办婚礼。仙夏把常卫兵带回家，告诉大家，那个所谓的婚约，其实只是儿时的一个约定。那时候，他们是邻居，日子都很穷。谁能想到常卫兵一直惦记着结婚这事，为了这事竟然穿越时空，真是个人才。不仅如此，常卫兵还在江户时代卖扫帚，变成有钱人，买了个武士身份，就是为了回到江户，和仙夏结婚后，仙夏能过上自由的日子。仙夏听了后，马上抓住了常卫兵话里的重点。什么？去江户？好啊，太棒了。于是仙夏立刻决定和现代朋友告别，大家都有些不舍，于是决定给仙夏办个欢送会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在欢送会上，仙夏终于决定启程，常卫兵却说他不知道回去的路，真是个大乌龙。常卫兵也非常内疚，他也忘了这事了。在瘦奶的追问下，常卫兵回想起自己的穿越经历。他在仙夏失踪后，就去了人力车夫提到的地点，连续几天不断尝试，终于在第1572次的时候，长卫兵成功穿越，来到了这个世界。哥们，你真牛啊！瘦奶听了，真是震惊，不愧是武士出身的男人。到了现代，长卫兵进入藏家餐厅，当了一名厨师。看常卫兵的刀法，剪青菜秒变丝，干净利落，没废话。在这段工作时间里，常卫兵也得知他在现代有个大情敌，就是直树。他如今可是个公司社长，绝对属于大人物级别的对手。常卫兵现在一文不名的武士身份，完全没法竞争啊。常卫兵听后表态说，我不会认输的，在这个时代我也会挣大钱，然后让仙夏过上好日子。不得不说，常卫兵绝对是好男人的典范啊。仙夏在现代生活中也不示弱，也有了新的工作，那就是服装店打工。看仙夏的推销能力，简直是店里的销冠啊。而另一边，直树正为如何追仙夏发愁，还向他员工全美求助。全美也为仙夏的问题烦恼，因为藏地是全美的男朋友，他觉得藏地对仙夏有种微妙的情感，所以如果直树能搞定仙夏，那简直再好不过。现在全美为了留住藏地的心，不仅努力工作，还精心准备了一份藏地的生日策划。这，姑娘，你怎么做到这样啊？看来现在除了藏地，其他几个人都在为追求恋人而发愁。藏地对仙夏去服装店打工也有些不解，为何不继续在藏家餐厅呢？仙夏说，那是为了在江户前留下更多回忆。其实仙夏打工是为了给藏地买生日礼物，毕竟仙夏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穿越回去，想着趁现在能送就尽快送吧。可是仙夏买礼物却被全美注意到了，全美一看就明白这是仙夏给藏地准备的礼物，他心里有点不舒服，因为明明藏地是他的男朋友，却总和仙夏纠缠不清。不用说，藏地确实有问题，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左右为难，结果两个女人都难受，就是因为他没讲明自己的心意。另一边，常卫兵为了讨好仙夏，竟然去诈骗赚钱。这电话可不是普通的电话，而是诈骗电话。结果常卫兵还真把一个老太太给骗了，正准备拿钱时，可就是这个时候，常卫兵发现了事情的不对，于是没有收钱。没收到钱的常卫兵回到传销组织，告诉大家，那位老奶奶已经10年没联系儿子了，所以他没拿那钱。传销组织说，那样更好骗啊。就在这时，常卫兵才反应过来，什么？你们在骗人？难道你们是坏人？这家伙真是反应慢。传销老大听到常卫兵这么说，就把常卫兵打走了。这一伙人完全没料到，他们带走常卫兵的场景，恰好被路过的全美看到。全美本来打算去见藏地，而在家的瘦奶和仙夏在常卫兵的包里找到诈骗的套路，大家这才明白，原来常卫兵被人骗了。于是几人计划等常卫兵回家后，好好教育他一番。目前最重要的是，
找到常卫兵，确保他是否安全。仙夏开始打电话联系朋友，从全美那儿得知了常卫兵的消息，仙夏这才放下心，立刻赶往全美提供的地点，去寻找常卫兵。与此同时，藏地也准备去见全美，毕竟他们是男女朋友嘛，约会那是理所当然。在藏地和全美进行甜蜜约会的时候，常卫兵就惨了，他被传销头子绑起来，还要被剪掉他在意的头发。全美不希望约会被打扰，所以没把常卫兵的事告诉藏地，希望藏地能陪他享受二人时间。但是事与愿违，寿乃打电话给了藏地，让藏地赶紧支援仙夏和常卫兵，还问藏地，难道全美没告诉你吗？全美这下糟了，他被藏地责备，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事？藏地不懂全美的心思，因为他只是想和藏地在一起，至少在藏地过生日这天，他们能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藏地总是最关心仙夏，让全美特别嫉妒。而就在这时，常卫兵的发髻被削了，差点成了合同。正当常卫兵要挨打时，仙夏赶来了，他要救下常卫兵。仙夏虽然是个花魁，但拳脚功夫相当了得，一边对付几个壮汉，还能一边教训常卫兵。可心不在焉，总有意外，仙夏就被偷袭了。正巧这时，藏地赶到救了他。警察一到，传销犯全跑了。藏地带上仙夏，和常卫兵一起往家跑。到家时，藏地已经累得喘不过气了。再看另外两人，只能说江户时代的人体力确实比现代人强。寿乃看到大家平安无事，终于放下心来。唯一不高兴的，可能就是全美吧。明明缜密计划了一切，结果还是被抛弃，全美怎能不心凉？事情结束后，仙夏也回想着今天的一切，以及全美的话，觉得自己或许不该继续待在这个时代，因为自己长卫兵才穿越到这里，险些丧命。不仅如此，还伤害了全美和藏地的感情。正当仙夏感到绝望时，直树出现了，他安慰仙夏，不论仙夏如何，他都深深爱着她，并且想娶她为妻。说完便拥抱了仙夏，但这一幕被侍卫看见了，又要热闹起来了。仙夏被求婚后，得到了一枚钻戒，这钻戒真够闪的。寿乃也觉得这戒指太奢华了，有钱人就是这样。侍卫很难过，仙夏真的选了直树不要我了吗？仙夏看到侍卫还是不放弃，他再三劝说，语重心长地表示，没错，我想清楚了，我会作为直树妻子，留在这个时代。得到肯定回答的常卫兵难以置信啊，封地也难以接受啊，不是因为真爱，单纯作为朋友。封地觉得仙夏和直树甚至没经历恋爱就直接闪婚，这靠谱吗？仙夏说没问题，毕竟在江户时期，和男人不了解就结婚很正常。藏地认为现在不是江户时代了，没考虑清楚就结婚，将来怎么办？直树正好赶到，听见了藏地对结婚的质疑，立刻就表达了不满。直树虽不满，藏地还是挺现实的。首先，仙夏没有户籍，拿不到结婚证，无法得到法律保护，也就是所谓的同居，对仙夏真的没有保障。另外，直树可是钻石单身汉，要是结婚被媒体知道，那仙夏怎么办？这些问题确实很实际啊。可是藏地说的那些，直树早就想过了，根本不成问题。1个星期后，仙夏就能搬过来了。仙夏和直树住一起之后，怎么说呢？依然感觉格格不入。果然如此，社交圈真的是个要命的存在啊。藏地和常卫兵这两人也挺别扭的。被仙夏拒绝后，常卫兵最近一直在琢磨，怎么才能重新赢得仙夏的心呢？这小子真是执着啊。常卫兵想着，钱比不过人家，但还有别的办法让仙夏幸福，那就是回到江户时代。为了回去，常卫兵不得不试图跟穿越来的方式一样，在同一地点不断尝试，一个人天天在那里拉车。偏巧这事让寿乃撞见了，看到常卫兵这样，寿乃也不忍心，于是帮忙出主意。寿乃想到了一位车夫，穿越后那个车夫去哪了？常卫兵想了想，车夫好像没跟着穿越过来，难道只坐在车里的才会穿越？想到就要试试，于是常卫兵想让寿乃上车试验。寿乃立马不愿意了，说你够朋友吗？咱就是说，要是误去了江户怎么办？常卫兵一听，拍着胸脯保证，没关系，就算你去了，我们也会过去接你回来。
常卫兵这个人啊，真是太乐观了。瘦奶最后还是上了车，常卫兵陪着瘦奶跑了1000多次，但一直没成功。瘦奶被常卫兵这样的努力也是感动了，答应常卫兵在之后的日子里也会和他一起尝试拉车回江湖。1周很快就过去了，在仙夏即将离开搬去和植树一起住的时候，藏地一家人拉着他吃了豆腐火锅，算是欢送会了吧。就在那一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特别是植树和全美，2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心上人的心可能不在自己身上，于是同病相怜的去喝酒。结果植树和全美没料到，他们只是喝了几杯就被狗仔队拍下，第2天就上了新闻头条，标题还写他们出轨，简直太震撼了。这4个人之间真有意思。仙夏和藏地看新闻时完全不敢相信，觉得不可能发生。植树和全美在公司也很郁闷，藏地为了这件事找植树算账，但不是为了全美，而是为了仙夏。藏地的做法让全美很难过。植树为了减轻事件影响开了新闻发布会，但植树的助手不想让他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，于是把植树锁在了办公室。面对舆论，目前最好是冷处理，毕竟挑刺的人总能挑到刺。但助手没料到植树出不来，还有仙夏。为了植树，仙夏参加了新闻发布会。记者们觉得不妙，因为仙夏作为妻子，如果原谅丈夫的出轨，舆论就没法攻击了。仙夏真的会这么做吗？在发布会上，仙夏否认了和植树是夫妻，还把植树的戒指摘下来踩到了脚下，说这东西有很多男人送他，男人不过是玩物而已。这样一来，植树的名誉保住了，但仙夏却遇上了麻烦，因为他的背景并不清楚，不能在人前暴露身份。大家都替仙夏捏了把汗，怕他说出穿越的事。结果事与愿违，仙夏还是在人多的时候说自己是江湖来的花魁，幸好话太离谱，所以没人信。之后植树找到他，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。现在植树没事了，还名声大振，不过仙夏被认为是坏人了。仙夏说自己有义务支持植树。植树明白仙夏心不在自己身上，于是写了休书给仙夏，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全美去找了藏地，因为被藏地忽视，全美感到非常难受，且不提这次藏地对他的不闻不问，即便他告诉藏地自己和植树有过关系，藏地也毫无反应。全美觉得藏地就是不在乎自己，果然得到了就不再珍惜。藏地看着全美这样，其实也觉得难过，他知道是自己让全美痛苦，于是抱紧了全美，并向她保证今后一定会把她放在第1位。然后仙夏不想因为自己打扰全美的幸福，住进了店里。全美和藏地度过了一段甜蜜时光。这时一个大老板来到藏家的店里，竟然是藏地的亲爸。可他来意不善，威胁店铺关门，因为地皮是他的。现在店铺生意不好，所以他说要关门。为了救店铺，仙夏和老板打赌，如果营业额上升就不能关门。老板认为仙夏脑洞大开，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。之后为了增加销售额，仙夏费尽心思，首先从植树的公司入手，毕竟他们是老客户，所以送餐时仙夏送了双份，这样就赚钱也翻倍了。植树知道仙夏要冲业绩后很恼火，手下不懂眼色，怎么不多点4倍的货量，帮心爱的女人冲单。植树的这一举动让助理都愣住了。此时在店里的藏地也在想办法，他发现一个影响业绩的问题，那就是出餐速度太慢了。仙夏也觉得是这样。正巧这时候店里的其他员工也找到了更好的工作，都准备辞职了，甚至连藏地也找到了理想的工作，就是全美介绍的插画活。绘画这件事也是藏地一直以来的梦想啊。和店铺对比，当然更让藏地喜欢的是，另一边常卫兵还在练习拉车。在瘦奶的帮助下，常卫兵了解到回到江户时代不仅要坐在车上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那就是满月。满月加坐车，且必须在同一个地点。常卫兵和仙夏终于能穿越回江户了。为了感谢瘦奶，长卫兵向他保证，以后如果他有困难，自己一定会帮忙。你吱一声，我立马赶到，这是男子汉的回报。瘦奶一听心里也是高兴。那时候你都回江户了，
还能随叫随到。瘦奶觉得常卫兵这么想就不对，即使他在江湖，也可以再穿越回来嘛。这一份恩情，常卫兵无论如何都会报答。瘦奶听他这么说，春心萌动起来，这不就是好男人吗？就在此时，藏家餐厅大老板又来了，这次带了人，好像不相信仙夏能赢，提前来看场地，计划把餐厅改成大楼。藏地很不爽，老爸总是这么自负。大老板看到了藏地，又是一通骂自己儿子没出息，总是半途而废。藏地敢顶撞老板，别小瞧我了，这次我找到插画的工作了，不只是插画，餐厅的活我也能干好，可能压力太大。藏地这次画插画，怎么画都不满意。仙夏看出了藏地的压力，陪着他一起想办法。藏地终于画出了理想的插画，全美很开心，因为插画很成功，这真是值得高兴啊！好事成双，藏地的插画顺利完成，藏家的餐厅也红火起来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希望大家都能渡过难关。就在此时，大老板来到了植树的公司。全美知道大老板是来和植树公司谈合作的，所以才出现在这里。藏地见到这便宜老爸很不开心，谁家爸爸会一直打击自己儿子的？藏地怎么会喜欢他？偏偏大老板不懂藏地的心。见到植树时，我提起了藏地做插画这事，全靠植树帮忙，希望以后也多照顾藏地。转身，大老板对藏地说：“我那窝囊儿子，你撑不住了，就来找我。毕竟家里新开了子公司，工作机会多的是，绝没有遗漏你。”这一幕恰好被仙夏撞见，仙夏帮着训斥了大老板，但是藏地并没有道谢，只是默默和全美走了。仙夏心里其实是喜欢上了藏地，而且还喜欢的不浅，所以藏地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牵动着仙夏的心。因为藏地心情不好，仙夏也感到不快乐，甚至把怒气发泄到常卫身上，让他更加内疚。常卫兵又不无辜，我干嘛要对他发火呀？仙夏越想越难过。就在这时，瘦奶找到了他，他在想，要是喜欢的人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该怎么办？看得出瘦奶是真心喜欢常卫兵啊，他既深情又执着，努力又专一，谁能不爱呢？瘦奶问仙夏这个问题，就问对人了。仙夏喜欢的藏地可是正好喜欢着全美呢。仙夏回答说，如果是自己的话，大概会祝福他们吧，希望自己喜欢的人能幸福。瘦奶这样想着，但如果真这样，反而会很心疼吧。仙夏一琢磨，确实啊，很难受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明知道不行，却按耐不住内心。在这样的煎熬中，餐厅迎来了最后一天，他们在这天要赚到30万，这真是个大难题。为了这一天，店里的每个人加足马力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仙夏倒下了。藏地得知了消息，心不在焉的，因为他和全美忙着插画的事，插画方案截止快到了。在两难抉择下，藏地决定回去看仙夏，这让全美再度难过了。你这混蛋男人，不是说好了以后会把我放在第一位吗？果然是骗人。藏地回到餐厅，大家为了营业额一起努力，可最后还差1万日元。藏地没辙了，只能找便宜老爸帮忙。他发誓自己可以按老爸意思生活，去家里的公司工作，但条件是不能关掉餐厅。这样的举动让大老板感觉儿子确实成熟了，他不希望藏地去公司上班，毕竟藏地这么不靠谱，那块地就当送给藏地了，反正没收益。咱就是说，大老板作为父亲真挺傲娇的。所有事情结束后，藏地参加了餐厅的庆祝晚会，全美发信息邀请藏地见面，藏地赴约。见面后第一时间，他向全美道歉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又没守约。全美也真是倒霉，男友多次为了其他女人爽约，但全美恨不起来藏地，因为藏地确实对她很好。但最大的问题是，藏地爱的是仙夏，不是他。于是全美和藏地分手了。全美提出分手，藏地也不挽留，转身就走，这让全美更心碎了。全美难过时遇见了植树，植树非常懂全美，他们俩算是同病相怜，决定一起去喝一杯，排解心中的愁绪。藏地离开后，找到了仙夏，并向仙夏表白。同时，长卫兵在家里发现，今天是能穿越回江户的日子，他能不能带仙夏走？我觉得悬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仙夏接受了藏地的表白，所以现在他不确定要不要回江户。常卫兵不了解仙夏的想法，仍在为回江户努力，因为他又找到一个重要的穿越条件，那就是彗星。那天不仅是满月，还有彗星。这个条件需要回到1860年代，还真是严苛啊。上次测试穿越回1860年的江户时代，能成功穿越到那时，常卫兵和仙夏居然做到了，这确实是个奇迹。为了帮长卫兵 ，Friday 做出了努力轮。寿乃查了一下，下次与彗星同现的满月日，就在3月11日，也就是回去的日子，在10天后。如果错过这天，常卫兵和仙夏就无法回去了。仙夏对此还不知情，正在餐厅开心地和大家讲述自己的藏地故事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可仙夏告诉藏地，我们还不是正式情侣，因为在江户时代，随意更换对象很不道德，在吉原根本不被允许。想要成为正式情侣，就必须通过考验。至于考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讨对方欢心，展现自己的男人味。马上明白了，不就是约会吗？说完就和仙夏约会去了。约会的地点也很有意思，竟然是保龄球馆。仙夏作为花魁，可谓样样精通，打球的技术真有你的。再看看藏地，我也不好评价，只能说仙夏已经把标准降到了藏地只要进1个球就可以。结果但藏地还是没成功，仙夏无奈，决定换个约会活动，去抓娃娃，让藏地展现男子气概。这2个人的约会，咱看着他们挺高兴的。在意这事儿的还有家里的寿乃和常卫兵。长卫兵急着告诉仙夏回江户的消息，却被寿乃拦下了。他私心里希望2人留在这个时代，反正时间久了也习惯了。常卫兵一听，可不行，必须回去，因为他想和仙夏在江户成亲。为了这个梦想，长卫兵10年来付出无数的辛劳和汗水。寿乃一听，确实如此。另一边，失忆的全美和直树正在互相安慰，2人都觉得自己太惨了。但更惨的是，仙夏和藏地居然在这约会。好家伙，直树瞬间炸裂，他决定不走了，非要偷看这2人约会。而且直树偷看就算了，还不告诉全美。但事情哪会这么顺利？因为一个顾客闹事，全美注意到了藏地和他人约会，心情更加郁闷。看看藏地在仙夏面前的样子，和跟自己在一起时完全不同。约会结束后，藏地回到家，常卫兵告诉藏地，他找到了返回江户的方法，所以想告诉仙夏。但藏地上次说可以回江户，已经让他失望过一次了，所以长卫兵的话，仙夏不会信。之后把这事交给那个常卫兵。不过事情怎么可能顺利呢？尤其2人刚刚在一起。本来藏地想替常卫兵告诉仙夏这个消息，却总是没说出口，被各种意外打断了。这时藏地也发现仙夏身体有异，仙夏的记忆正在消失。具体表现是，仙夏竟然要卖掉自己的花魁套装，真是蹊跷。寿乃也发现画册上仙夏的身影在消失，这可真糟糕。也就是说，仙夏在历史上消失了，导致了历史的改变。这种变化已经对仙夏的过去构成了威胁。常卫兵认为，传达这个能回家的消息已经迫在眉睫。然而当仙夏听到这个消息时，他竟然显得很茫然。藏地并不想让仙夏离开，不过如果仙夏不离开，他的过往记忆会消失，对于他来说，这就像抛弃了家乡。于是仙夏有了个主意，大家一起返回江户吧。但藏地听了却摇头，不仅是因为现代生活，还有他在现代的家人，藏地也放不下呀。长卫兵可不同意了，因为江户时代，仙夏也有亲啊。你舍不得亲人，让仙夏留在现代，仙夏就能舍得亲人吗？所以常卫兵对仙夏说，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回江户，再不回去的话，仙夏的记忆即将消散了。寿乃搞不懂，为何常卫兵非得竭尽全力，一定要带仙夏回江户。其实他自己回去也可以的，只是多年感情难以割舍，放下并不容易。寿乃很难过，不过他也有了新的领悟，那就是他像仙夏。长卫兵可能是那种人，他在网上偶然见到一个自称来自江户时代的和尚，和尚出现的也很突然，就像仙夏一样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和尚仿佛变了个人。如果在现代待太久，江户时代的性格可能会消失。
这意味着仙夏也可能完全变样。藏地也把仙夏能回去的事告诉了全美。对于这件事，他很纠结，有时觉得干脆和仙夏一起回去得了，反正现代都失败了。和藏地不同，寿乃通过和尚的变化这件事，有了新想法。现代人在古代，记忆会像在现代消失了一样，可能会忘掉这段旅程的记忆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世界修正力吧。寿乃非常舍不得，因为一旦常卫兵回去了，他也可能会把他遗忘。可是他必须得回去，即便是常卫兵也受到了时空力量的影响，正逐渐遗忘江户。另一方面，仙夏正在极力回想自己的过去，可怎么想都记不起来。他甚至忘了阿直曾送他梳子。很快发生了一件事，让回江户和留现代的人矛盾升级。常卫兵的板车坏了，常卫兵想着不想让仙夏回江户的只有藏地，于是他找到藏地，二话不说就揍了一顿，连仙夏都没能阻止暴怒的常卫兵。你看他都拔刀了。为了阻止他，仙夏告诉他，他不打算回江户了，要留在现代，和藏地一起生活。所以啊，常卫兵，这段时间真是对不起了。即便如此，常卫兵依旧没打算放弃返回江户。他认为，即使仙夏忘了过去，他也要回去，守护这些回忆。于是他抓紧时间修板车。看到常卫兵这样，寿乃也不忍心，于是寿乃承认了，车子是他弄坏的，他不想让常卫兵回去。至于仙夏为什么留下，那是他找到了穿越的原因。或许神明想让他忘了阿直，然后遇到了藏地吧。不过藏地被表白后，还是觉得仙夏该回江户，因为喜欢他。因此藏地认为仙夏必须回去，他不希望过去的仙夏消失，希望他能找回自己。仙夏听后也答应会回去，并以花魁的身份发誓，回去后一定会把你忘得彻底。但在回江户之前，仙夏想在这个时代留下印记。他到了植树公司，却发现他不在。植树为什么离开，全美大概知道一点。为了弄清真相，藏地和仙夏带着全美找到了植树。离职后的植树现在在野外过简朴生活，看到有人来了，他感到惊讶，也很高兴。但他被仙夏发现，嘴上说着过着极简生活，但包里却一直放着全美之前的策划案。全美不理解，你都离职了，还留着他干什么？看来植树还是放不下公司，所以全美想知道植树为什么要离开公司。植树也不拐弯抹角，既然你想了解，那我就直说了，大概是因为同病相怜久了，我似乎对你有感觉了。在公司里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不太像平时的自己。植树坦白，自己就是为了认清自己，刚躲起来呢。全美一听，心里有点小算盘，向植树坦白了一些。我看行得通。另外，常卫兵的修车计划如火如荼，藏地也和他冰释前嫌了。决定回江户之后，常卫兵想堂堂正正的和藏地决斗。在仙夏还记得藏地的时候，已经赢得了他的心，所以常卫兵也提议，现在的藏地就好好陪陪仙夏吧。藏地一听，决定带着仙夏去圆梦。攀登上了日本最高建筑，在这里能看到整个城市，却让仙夏有点伤感。是啊，能看到除了江户。这一天过去之后，就是仙夏和常卫兵穿越的日子了，大家都很舍不得，正在做最后的告别。另外，植树回公司后向全美告白，想和他结婚。为了避免全美不同意，也可以先从朋友做起。全美觉得可以，哈哈，这两人果然有情况。话说第二天早上，长卫兵和仙夏坐上板车，车夫是藏地。藏地想亲自送他们回去，但拉着拉着，忽然觉得手上轻了，回头一看，两人消失不见，他们已经回到江户了。仙夏担心自己忘了现代的生活，鸟儿忙着记录那些回忆。现代藏地发现了一件事，餐厅的员工已经有人忘了仙夏，这是个坏消息。江户的常卫兵也类似，他逐渐忘记了藏地和那边的时代，两个人都舍不得现代生活，所以常卫兵告诉仙夏，明天晚上好像有彗星，搞不好能把你再送回去。仙夏一听，送回去是啥意思？你要放弃我了吗？常卫兵怎么会放弃呢？他只是不想看到仙夏难过罢了。仙夏在常卫兵的帮助下又回到了现代，但仙夏却发现已经过了1年，所有人都忘了他。
仙夏开始担心，大家不再记得他了，那藏地呢？也会忘记吗？于是仙夏马上去找藏地，果然藏地基本也不记得了。他们擦肩而过，彼此竟没认出对方。他唯一记得的就是和仙夏最后约会的地方。虽然藏地忘了，但是妹妹寿乃真靠谱啊，居然找到了江户时期险。夏季下的现代故事还阴差阳错的让藏地看到了，藏地的记忆立刻恢复了，于是找到了回来的仙夏，和他谈起了自己的思念。这两人终于穿越时空重逢了。仙夏决定自己留下来，不再离开，永远陪在藏地身边。顺带一提，寿乃找到的书其实是常卫兵留的。常卫兵的后代现是一个公司的社长，并且定了家规，只要遇到一个叫寿乃的人，快要把笔记交给寿乃了。多亏了常卫兵的帮助，要不然现代的人还真的记不起仙夏呢。故事的结尾，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大家都得到了理想的收尾。直树和全美穿着情侣装上班，仙夏也回到了藏家餐厅，开启了现代花魁之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次再见。